大家好，武警司令王春宁已经被抓走了。胡锦涛派系的武警政委张宏兵顶替习近平派系的武警司令春宁出席王小红的会议当官的也挺累的，像这种重要的会议应该出席而不出席，那就只能证明被抓了。当官就需要天天打卡。胡锦涛已经把习近平的6名上将抓走了，1名王秀斌被撤换。被胡锦涛抓走的习近平的上将有国防部长李尚福、陆军政委秦树同、海军政委袁华志、军委委员苗华、东部司令林向阳、武警司令王春宁。剩下还喘气的习近平的上将呢，还有7个，大家就猜就可以了。昨天有人告诉我说，联参的副参谋长徐启灵是范长龙提拔的。那范长龙是江泽民的人，如果徐启灵是范长龙提拔的，那么徐启灵他就是江泽民的人啊。那徐启灵他去珠海航展，他可能就是陪同刘奇的，刘奇是江泽民的人。就我们看看习近平剩下的7个上将、6个上将，就是把他们叫过来，发个骰子，摇出来是谁就抓谁啊。我给他们6个人排个队，不代表现实发生的，只是纸上谈兵啊。火箭军司令王厚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抓他。政治工作部常务副部长何鸿钧和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其实何鸿钧和何卫东都已经出来亮相了，报平安了。何鸿钧出席了梁光烈的葬礼，何卫东在珠海航展上强行上线报平安，后续他们能不能软着陆不好说啊。东部战区政委刘青松，西部战区司令汪海江，空军司令常丁球，这都是我随便排的顺序啊，不一定是按照我这个顺序来的。习近平这回真的是光杆司令啊，我这凑个热闹，我也不知道他这些真的就要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要按照我说的顺序来抓，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配合。我前天刚说潜艇部队的资料很少，不像陆军那么容易找资料，海军和空军的资料都比陆军少。我说这个胡仲明为什么一直不抓，我就纳闷儿，我就觉得他可能不是习近平的人，而是胡锦涛的人。结果他今天就真的公布了一个新的海军副司令啊，叫做马立新，晋升中将。按照现在这个形势啊，马立新肯定是胡锦涛的人，不可能一边抓习近平的人一边提拔。一边抓一边提拔，那是3中全会之前的态势啊。当时是地方的官员被抓的基本都是习近平的人，被提拔的70%-80%也是习近平的人，所以当时习近平他还扛得下来。现在又不让习近平的人提拔，3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的人一个也没有提拔上来，一边抓习近平的人，一边还不让提拔，那习近平的人很快就被抓光了呀，坚持不到半年。我个人认为胡锦涛就是想把习近平的上将全部抓光，一个不留，斩草除根啊！不相信的话，咱们就等着看，上将一个不留啊！运气好的可以退休，运气不好的进秦城。政治局常委呢，习近平、蔡奇、丁薛祥全部退休。政治局委员我们大概看一下，政治局委员除了王毅、石泰峰、李鸿忠、张国清、陈敏尔、袁家军，这6个人应该不是习近平的人啊，我不知道准不准啊。石泰峰我还没研究，我猜他不是习近平的人啊。其他5个人基本可以确定不是习近平的人，就不管他是胡锦涛的人还是江泽民的人，我们不展开讲啊。剩下11个人全都是习近平的人，要么退休，要么进秦城，也不可能都进秦城啊，至少有1个，一般是2个，3个也有可能啊，再多了我就不敢想象啊。这肯定要抓1-2个，杀一儆百。我这随便找了5个人啊，我这瞎掰啊，说准了那就碰巧，说错了就应该的，因为他们太狠了，就可能直接像吴邦国、梁光烈那样直接送走啊。我受不了这个，
这第一个人我知道原因啊，李干杰有唱红打黑的背景，有薄熙来的背景，准确的说是有薄一波的背景。那有薄熙来的背景，那肯定跑不了啊。1998年1月到1999年1月，34岁的李干杰在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当时担任岳阳市长的是周昌贡，周昌贡就是掏了30万给薄一波出书的王茂林提拔的。薄熙来是如假包换的习近平派系啊。1995年4月，湖南省省委书记王茂林提拔习仲勋的秘书曹志斌担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啊。李干杰他是薄熙来余党，就是他不抓我才奇怪呢。大家一定要相信常识啊。这习近平为什么要实行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政策呢？薄熙来路线拼命的开倒车啊，不是子承父业，而是弟承兄业。弟弟承担了大哥的事业，弟弟习近平承担了大哥薄熙来的事业。如果习近平和薄熙来不是一家人，那习近平为什么要实行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政策呢？习近平为什么要给大哥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更新中国护照呢？薄瓜瓜就是习近平的亲侄子干儿子。其他几个人都是推测，就肯定是他们知道他们有点什么事儿，但是不像李干杰这么明显啊。李书磊已经传言被抓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不一定准确。网友传李书磊被抓，钟闪闪呢向新的中宣部长表忠心，消息准确与否啊？我不知道，我的消息都是很慢的，我都是看别人的消息，很多传言有的确实是不靠谱，有的是无风不起浪，大家还是自己分辨一下。胡锦涛的战略目的啊，就是要扶周金星当下一代的总书记，中间应该还有一个别的总书记，一切妨碍周金星担任下一代总书记的人的官员啊，都会被清理掉，神党杀神，佛党杀佛啊。至于胡锦涛为什么看上周金星，为什么要扶周金星上位，我就不展开讲了。其实他的背景很清楚，大家随便看看就能明白啊。我给大家找一下新的海军副司令马立新为什么是胡锦涛的人啊？我不是100%确定。海军司令胡忠明和海军副司令马立新都是潜艇部队出身的官员，就本来他们就是天天躲在海底下，资料就不是很多啊，只是要泛泛的讲一讲呢。胡锦涛的人都是藏在中国的政治洼地啊，山西、云南、宁夏，就是这些省没有出过什么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习近平才能同意胡锦涛或者说李克强在那里提拔几个官员啊。胡锦涛把自己的人都藏在外国，藏在西藏，藏在古巴。古巴大使马辉奉召回国，就是惊动了美国，沙利文才访华的。那军队就是火箭军和潜艇部队，那这两个地方都涉及到核武器啊，需要专业的人才，需要长期的培养。就拖到10年以上，那就是胡锦涛掌权的那个时代嘛。就是泛泛的说，不一定所有都是这样，就是胡锦涛把自己的派系的官员都藏在冷衙门啊。中国一共只有6支潜艇部队，只有北部战区、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有海军，就是蒙古没有海军。中国的西部战区和中部战区也没有海军啊，只有北部战区、南部战区有核潜艇部队啊，就是青岛和三亚。山都被挖空了，下面存放着核潜艇，核潜艇在山洞里面就直接下潜了。东海舰队呢，就是东部战区海军，没有核潜艇。东海舰队有2支潜艇部队，母港都在宁波啊，港口的条件没有青岛和三亚那么好，就没有办法驻扎核潜艇部队。2006年5月21日，胡锦涛亲笔题写了爱军精武标兵奖章章名。2006年6月呢，40岁的马立新被树为海军部队唯一的首届全国青年爱国精武标兵。当时的军委主席就是胡锦涛嘛。精武标兵一共有10个人，就是可能一开始这个马立新就是胡锦涛钦点的。我就反复强调，
35岁正部级定律，军队中的中将是对应地方的省委副书记或者是国务院部委的党组副书记。中国一共只有31个省委副书记，这么高的级别，只有任市总书记才会被提拔。就是这个马立新必须认识江泽民或者胡锦涛或者习近平3个人中的一个，因为地方还可以认识总理啊，军队就只能认识军委副主席、军委主席或者军委副主席啊。马立新40岁的时候就认识胡锦涛了，成为中国军队200万人中的10个精武标兵之一啊。马立新应该很可能37、38岁就认识胡锦涛，也可能更早啊。军队比地方更讲究论资排辈，所以地方是35岁正部级定律，军队就是40岁上将定律啊。中国军队能提拔上将、中将的，肯定是40岁之前就认识军委主席了，最多是军委副主席啊。习近平提拔的上将就是他们35岁或者40岁之前认识顾辉啊，这些习近平派系的上将，因为顾辉认识周恩来或者陈云啊，陈云他肯定是有一些的军权的，因为这是中共的元老，他哪一个不是军队出身的呀？陈云本来就是东北局的书记，包括邓小平他也是军队出身的呀。周恩来就是事实上的军委副主席，那随便找一个文革时期的中国军工厂啊，哪一个不是周恩来签字同意的？周恩来就是没有挂军委副主席的头衔而已，他就是事实上的军委副主席啊。我找出来一段这最搞笑的历史资料，证明林彪是周恩来的马仔，就是周恩来有军权啊。1971年9月13日早晨，张发云是当时的空政秘书处的处长，江腾蛟的秘书，夜里没睡好，昏昏沉沉到办公大楼上班。他发现楼前停着很多车，有的车挂着陆军牌照，办公室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乱糟糟的。李瑞昌是空政干部部的部长，瘸着腿对他说：“跑飞机了，上面有周。”张发云以为是周恩来，没想到是周宇驰。那王德春是空政群工部的副部长，从大连疗养提前回来，搞不清空军大院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跑去张发云家里打听。张发云躺在床上，嘴里连连说：“我要当反革命了，我要当反革命了。”张德春什么消息也没打听出来，反而更糊涂了。张发云就是江腾蛟的秘书，江腾蛟就是林彪联合舰队的核心成员。张发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林彪会跑啊，他以为是周恩来会跑啊。就大家想想，913那天晚上全国禁飞，林彪的3叉戟飞机是怎么起飞的？真的突破封锁吗？解放军就这么废拉吗？解铃还须系铃人，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下达禁飞令，周恩来不批准，林彪的飞机怎么起飞的？谁用飞弹把林彪打下来了，销毁证据的？那不就是周恩来吗？当然了，当时反对毛泽东就看上去是正义的一方，但是现在看呢，就很多事情没法说啊。历史上的很多事情要把时间线放长，综合的去看一件事情啊。所以习近平在军队的势力就是来源于周恩来和陈云，习仲勋是周恩来的大秘嘛。2002年9月，36岁的马立新被任命为刚刚组建的中国产的新型039宋级常规动力潜艇314艇艇长。314艇应该是隶属于第42潜艇支队或者第22潜艇支队的，母港在浙江宁波，属于东海舰队。有的资料写的314艇属于北海舰队的第2潜艇支队，应该是错误的信息。314艇他访问过香港啊。2009年9月30日之前呢，43岁的马立新被任命为东海舰队，现在改名叫做东部战区海军啊，可能也叫东海舰队吧，第22或者第42潜艇支队的支队长啊。因为那里宁波只有2支潜艇支队啊，不是这支就是那支，驻地在宁波。当时的东海舰队司令是徐鸿猛，海军中将，后来是海军中将吧。徐鸿猛呢，就是吴胜利担任东海舰队司令期间的直接下属。
吴胜利是刘华清提拔的，刘华清是邓小平安排进常委，保证江泽民交权给胡锦涛的上将。2017年10月，马立新以东部战区参谋长助理的身份公开亮相，当时的东部战区司令是刘跃军上将。刘跃军早期是张万年的秘书欧金谷提拔的，是胡锦涛派系的。2019年10月1日，共匪篡权70周年阅兵式上，时任北部战区副参谋长马立新作为方队长，在首次亮相阅兵场的领导指挥方队受阅。当时的北部战区司令是李乔明上将，李乔明早期就是刘跃军提拔的，就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个人。2023年，马立新以军委国防动员部副部长的身份出现在公开报道中。2023年6月15日，山西民兵建设高质量发展研讨交流会在阳泉市召开，军委国防动员部副部长马立新、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伟、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邓玉恩出席会议，省军区政委徐宝龙主持会议。山西常务副省长吴伟刚刚从山西调任上海市委常委。我刚刚分析了，吴伟有温家宝的背景，有胡锦涛的背景。这马立新和吴伟同框出现，也许是个巧合，也许他就不是巧合。那马立新为什么刚刚当上军委国防动员部的副部长，就跑到山西去跟胡温的马仔吴伟掺和在一起呢？这是个巧合还是故意呢？我没有证据，他们两个人，这马立新和吴伟为什么掺和在一起？也许就是个巧合，但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派系的呀。所以海军副司令马立新的派系背景我基本给大家分析的差不多了。胡锦涛他抓了海军政委袁化智，可能就是为了给海军副司令马立新腾地方呢。我感觉胡锦涛不把习近平的上将抓的一个不剩，他也不会收手的。大家拭目以待吧，猜下一个抓谁？好的，谢谢大家。